说起今年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那就不得不提问界了。自从9月份发布了新 M7啊，销量就一路飙升啊，简直停不下来啊！你知道吗？在短短100天里啊，打定数量就达到12万辆，可见这款车啊有多受欢迎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问界新 M7。那首先呢，新 M7有5座和6座2种版本可以选啊。像我有一个朋友啊，家里有2个孩子啊，他就选择了6座版啊，觉得更实惠。那价格方面呢，智驾版本顶配是30万9800，6座版呢是32万9800。目前来看呢，选择5座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啊。还有个权益包啊，虽然是收费的，但是实际上购车的时候啊是免费的。外观啊，我就不过多说了啊，毕竟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但是很多人选择问界新 M7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它搭载了华为 ADS 2.0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啊，年底前呢就能实现全国有图都能开啊，再加上华为鸿蒙座舱的加持啊，那你在车上呢也能体验最全面的华为的鸿蒙生态。那车内空间啊还是挺大的啊，内部乘坐空间呢长度啊达到了3338毫米，那么大床模式啊长度啊可达2米，2排座椅啊放倒后呢可以扩展至1619升。那内饰方面呢，新 M7上半部分呢有点棕色和这个木头的元素啊，那看起来呢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啊。有3种内饰颜色可以选择啊，那这就看你的个人喜好了。那座椅呢加厚了100毫米啊，坐上去呢也特别舒服啊。后排座椅啊还能电动调节啊，往后能调整10度的角度。而且啊，前后排座椅啊都有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开车的时候啊，如果有电话或者导航信息来了，会通过头枕音箱播放啊，那隐秘性呢就会增强了。那这样呢，在车里听歌呢也不会忽大忽小的了。后排还有2个 MagLink 扩展，那适配华为 MatePad 12.6英寸和11英寸版本啊。连上之后呢，前排的中控呢就能控制后排屏幕看的内容和时间了。这对于有小孩的家庭来说啊，简直太实用了。毕竟小孩嘛，一玩 Pad 就容易停不下来啊。在中控屏幕方面呢，基本上车上所有的开关啊都在这里。所以啊，问界车上的按键啊其实是比较少的。目前鸿蒙座舱的中控屏幕啊是当下最为流行的之一啊。那无论是滑动啊、语音控制啊，都特别丝滑，这方面呢不服不行啊。所以啊，大部分操作啊都是通过屏幕或者语音来完成的话呢，不会担心系统会卡之类的啊。像开个窗户啊、开个空调啊、打个电话、打开个应用的之类的啊，那语音呢都能来帮你操作啊，这就很考验华为语言理解方面的能力了。而且啊，如果连接上你的手机的话呢，你手机里面的 APP 呢都能在中控屏上面看到和操作了啊。那这样的话呢，上车之后呢就不用拿起手机了。中控屏下面呢还有2个无线充电的位置啊，那可以给你的2个华为手机带来50瓦的无线充电啊。当然啊，如果你的朋友的手机也支持无线充电的话呢，也能给他们充电啊，只不过呢就是没有华为手机充的那么快了。那大5座的后备箱的空间啊是真的大，那容积呢有686升，那而且啊还有第2层啊，自己啊还带了2个小的液压支撑杆，只要呢一按呢就能支撑起来，那还是啊挺方便的。而且啊下面还分了2个格子啊，虽然啊空间很大，但是啊左右两边呢还有灯，还有挂钩啊，所以啊后备箱对于一些开车旅行的啊还是挺能装的。车内呢有19个扬声器，我们来听听效果。光暗街上的霓虹，回忆里车水马龙，我们牵手用吻偷走时间，还有离别时伪装不同，岁月丢了懵懂，还有你期待眼眸。问界新 M7呢，100公里每小时加速仅需4.8秒的性能，也有着对于燃油特殊要求啊，就是需要加95号汽油啊。驾驶这辆车的时候呢，增程器的介入呀，几乎啊难以察觉，除非啊你非常仔细的感受啊。此外，问界新 M7采用了自适应减震系统，可以根据路况自动调整减震效果。在平坦路面上呢，减震系统呢提供较硬的支撑，那确保这种快速的通过；而在这种坑洼路面上面，那减震系统呢会提供较软的这种状态，有效缓解颠簸路段啊。问界新 M7用的是华为的 Drive One 增程电驱平台，就是在 CLTC 工况下呢，加满油和电池能开1300公里的。
要是只用电呢，能跑240公里啊。要是电都用完了呢，每100公里的油耗才有5.6升。对于智驾方面呢，问界新 M7 智驾版车身上有27个传感器，加上它的这颗激光雷达，而且融合了 BEV、JOD 2.0、RCR 2.0这几个网络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在任何场景、任何天气下都能够精准的识别出动态和静态的目标，而且它还会不断的优化和改进智能驾驶的算法和应对各种场景的策略，能让驾驶的体验呢更加智能和安全。截至我拍摄视频的时候石家庄的淮安路张石高速连接线新城大道2环3环是支持了智驾的路段的。我有时候出去拍摄的时候呢，会经过一些智驾路段就会开启那拨动2次拨杆提示开启。在行驶过程中呢，可以让车帮你转车道。那如果刚开始你不放心，可以选择它提示你拨动转向灯这样车呢就会进行变道了。而且它不会是那种跟车的那种感觉，而是有自己的思维一样，比如觉得这个车道前车慢，或者这个车道不适合，就会进行变道。那这点呢，其实有点像老司机的那种感觉。而且之前也有过本来计划变道，但是如果后方突然来车，就会停止变道。而且它的行驶风格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风格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会选择减速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不安全，就会减速反正刚开始你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尤其是第一次让他自己开车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踩刹，就是因为它不是你自己开的原因但是其实如果你能多试几次后呢，就会发现它和你开车的思维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反正前面也说了，它也会通过不断的学习它会给你一个更适合的这种行驶体验。不过目前的体验来看呢，华为的智驾应该是目前体验最好的，尤其是行驶高速过程能解放长久驾驶的那种疲惫感。问界新 M7 呢还有很多更新例如 DATS 2.0它的这个扭曲自适应系统不仅能够实现纵向的控制，那还可以呢进行横向的调整。那除了对于刹车的这种俯仰进行控制外呢，那这个系统呢还能在弯道中控制车辆的侧倾扭矩。例如在弯道中入弯和出弯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系统根据实际的情况自动调整扭矩的输出了。此外，在湿滑路面上系统也会根据实际的路况呢自动调整，那以保证驾驶的安全。DATS 2.0 扭矩自适应系统具备很高的这种智能性和适应性能够根据不同的驾驶环境和驾驶需求进行自动调整，能为驾驶者呢提供更加稳定和安全的驾驶体验。在被动安全方面呢，问界新 M7 进行了车身结构的重新匹配开模和全面改造焊装产线以提升车身结构的强度和安全性，采用了占比高达 24.4% 的潜艇级热成型钢。这种优质钢材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那能够有效的提升车辆被动安全性那此外呢，还采用了高强钢和铝合金等轻量化的材料，那占比呢高达 80.6%以进一步呢优化车身结构，并提高车辆的动态响应性能。为了进一步提升车辆被动安全性呢，问界新 M7 还引入先进的 CBS 复合车身材料。这种材料呢，通过将2种或多种材料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各种材料的优点，从而提高车身的整体强度和安全性。那在安全配置方面呢，问界新 M7 全系标配了8个安全气囊和前排预警安全带。那这些配置能够在碰撞时呢为乘客提供更加全面的保护。那此外呢，还经过了真实场景的验证确保其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用户呢提供更加安心安全的驾驶体验。作为问界新 M7 的车主我选择它的原因就是因为问界新 M7 的舒适性、智能化和配置方面做得很好，并且问界新 M7 的转向手感呢和制动脚感都比较温柔舒适。那可以说在动态表现上是一款非常适合家庭出行或者商务出行的 SUV。同时呢，华为 ADS 2.0 的融合驾驶系统、鸿蒙智能座舱都让这款车带来了踏实的驾驶体验。那如果最近你也在关注这款车可以把你们关注这台车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向我提问，我看到也会回复你也希望这期视频对你们了解问界新 M7 有所帮助。